阿定啊，出来面对。韩国跳出来说，美国压迫亚洲国家拉升汇率，结果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国家配合，台湾竟然还继续明目张胆的升值。到726之前，台币再来一次升值，他完蛋了，他726票绝对出不出来。你就想直接把你营收吃掉10%，连续每个月升10%，你看你受不受得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美国这边又开始大绝招又出现了，也就是关税问题。昨天一口气公布了14个国家，那这14个国家里面呢，没有台湾哦。直白的讲一件事情现在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要贵，可是呢，有一个政权呢，汲汲营营拼命想贵，就是我们的赖桑。为什么民进党要卖台球呢？要死赖活赖，一定要统治台湾，要赚成这个样子？就是经济起飞的时候，虽然我们从来不是核心，但是我们是半边陲。而且一度呢非常接近核心。蔡英文宣布我们成为已开发国家，虽然有政治上的冲动，但也有一个底气是什么？台湾所掌握的产业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毛山道士了。毛山道士的产业有没有？有，很多都外移到大陆去了。所以台湾从经济起飞之后，台湾其实经历了一个从边陲高速移动到半边陲，并且在半边陲当中还不断在上涨。我们从半边陲逐步的挪动到了核心的边缘其实台湾是半个升值在核心，半个升值在半边陲。台湾并不是完全是半边陲因为台湾体量小，过去对美国无法构成威胁，所以美国乐得用台湾来牵制相对体量更大的日本，相对桀骜不驯的韩国。所以台湾是真有钱，只是那钱可能不在我们身上而已。那这整件事情就让民进党始终的认为在台湾可以继续刮出油水，可以继续榨出汁水所以他要继续执政民进党把台湾搬空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对民进党来讲，继续的在台湾执政是百利无一害，即便要贵。可是问题现在遇到最大的关键，为什么前阵子一直在弄台湾？因为美国过去可以放任台湾，到现在还叫那个中经院的院长出来洗地说川普首波关税策略要创造非中供应链，有可能吗？什么叫非中供应链？就跟之前的非红供应链是一样的，就他妈的废物中央社才会讲出这种废物论调我告诉大家，哪怕可能装在你身体里面的某个支架，可能都是对岸制造的。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民进党不断在创造这种意象，说你看这个首波关税，你看中国要玩，每件事都是中国要玩。因为民进党知道，如果今天揭开事实的话，他的执政的基础旦夕要亡。他的执政基础就是透过不断的讹诈台湾老百姓，意识形态大于实质问题的方式来建构而成的嘛。因为讲白了，民进党这群人原本有理想，但上台之后就迅速土匪化了嘛。阿扁给他的启示是什么？如果你要当土匪，那你就不要被抓到。就算你要被抓到，那你必须多赚一点。就算被抓到多赚了一点，也要记得大家都要赚，形成共犯结构。所以最终你会被放出来，而且你会过得幸福又快乐。所以这才是我们在看待所谓关税乱全球的时候，刚好是一个试金石嘛。台湾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来检证民进党这么多年以来所创造的谎言到底是真是假。所以他现在必须不断的去洗脑你怎么创造？你告诉我你他妈连你的军用无人机你都无法非中供应链了。请问你日常生活能非中供应链吗？ F-35 少了中国的稀土，连造都造不出来，是要什么非中供应链那为什么赖清德越来越狠呢？因为控制不住局势了嘛，只能加大对内打击力道。然后你看继续各种洗地研判台美关税因农业卡住合理关键应该会落在15%到20%区间笑死人了，妈日韩都要25%了，又是中经院中经院长连贤明又在洗地。美国是你让个农业他就吃得饱的吗？这就是民进党嘛，一群骗子嘛。川普公布关税，为什么没有台湾呢？我方知情人士，首批名单没进展或谈判不成功的国家所以刚才看到日本、韩国这些家伙，他们是谈判失败台湾谈得超棒的今天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群不要脸的脏东西继续在骗，一直骗，他没有不骗的空间，你知道吗？他只能继续骗不然怎么办？他一不骗，民进党所架构20-30年来他的执政的基础，他的这个政党的基础就灰飞烟灭了。台
台湾厂商就直接讲了嘛，川普变来变去，汇率又压力山大，比日韩更不利啊。现在看起来什么？某不具名的供应链厂商高层说啊，尽管美国尚未公布台湾税，但业界从昨晚到今天都高度戒备。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税率高低，而是川普政策变来变去，让企业根本无法制定稳定的因应策略哦。川普虽然公布了日韩、马来西亚、哈萨克、缅甸等等14国8月要使用，但随后透露还有转圜空间哦。不知道川普2个月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剧本？所以税率多少都可以有因应方案。现在最大问题是政策不确定性。另外，大厂也说啊，半导体相关原物料设备都日本制，但最近日币狂贬，这些原物料呢都采日币报价，就抵消了一部分关税。反观台湾恐不是那么幸运，台币升值让许多公司的利润都受到挤压。台币已经升多少钱了？从32块现在已经升到了29块的底了哦，再升上去28块，还要继续升吗？对出口商来讲，汇率所造成的伤害比关税更大，所以对等关税背后所附带的，民进党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为了要转嫁，他现在迟迟谈不下来，所以只好透过什么不断的升值台币来讨好美国，有用吗？我跟大家讲哦，台湾事实上是最听话的那条狗啊，应该说啊，民进党是最听话的那条狗啊，连续2个月被吃掉10%啊，再这样玩下去，迟早要跌破28%，再来就是27%。我认为长期利率就是26到25啦，所以民进党很可恶的点就在这里嘛。他就是在用卖台求荣嘛，他在卖台什么？卖台求权力，卖台换取在台湾继续统治下去，然后他希望在大罢免里面大成功，他希望在未来继续执政下去，然后可以继续在台湾的地皮子里面刮出油水出来。现在的利率就这么贵啊，你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一天只睡4个小时了吧？我只是想活下去，好吗？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市井小民，我只是想活下去，我只是一个创业的小老板。我从这么支持民进党到今天，对民进党已经没有任何好话可以说了。我对民进党，尤其对他们的领导人蔡英文，还多少有时候还觉得他没那么坏，但蔡英文其实也蛮坏的，但是至少他装的没那么坏。就很恐怖的是，现在这位领导人这个赖先生呢，这群人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那边装模作样。赖清德那什么态度？那个团结时讲那是什么态度？他只剩卖台求荣，他也要继续坐在狗在那位置上搞大罢免是什么态度？我就问一件事情，你赖清德比较高贵吗？你民进党人比较高贵吗？台湾其他人比较贱吗？是底下臣民吗？找小云的找小云，找小三的找小三，8000块含税，8000块含税，就没几个政经人物，为什么大家生气？谁不是辛苦人在过活啊？人民拼死拼活，只想活下去，只想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过一点点好一点点日子，只想图个小确幸。你们都不肯给台湾人，你一直升汇率，关税谈的2266，然后只想出卖台湾换自己政权。你觉得台湾人会让你们机会吗？洗脑青鸟到处在伤害别人，满世界动荡，然后到现在还在洗地，结果被人家各种打脸，什么2大因素卡关。什么汽车关税美猪美牛，你信吗？我跟你讲，代价绝对比这个更大啦！还在那边嬉皮笑脸，你自己看。这的部分，部内有评估说接下来，我们再请发言人跟各位报告，好不好？当大部长很大，还有再来什么？崇越要去美国建厂，赚得盆满钵满，他当然心情不好，真的是很可笑至极啊！就是一群抢劫之徒。我今天真的是抱着沉痛的心情写下这一篇，我就是其实老实讲，我心里蛮不爽，蛮不快，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跟大家报告出来。如果超过20%的话，政府应该要谢罪。美国是台湾最主要的市场，所以呢，32%的关税，你就是边走啊啦，修打的对啊啦哈。那寄出32% 的时候，其实马上我们台湾的这些产业们啊、企业啦啊，就会跟美国的他们的对口做联系嘛。即便是两边大家分摊，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进口商分摊16%，台湾是出口商嘛哈，也分摊16%。即便是如此，意义也不大啊。那所以说，当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韩国是25%的时候，你没有低于25%，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商总理事长讲的，没有低于20%，因为我们还大幅的涨了台币嘞，新台币涨成这样子，日币还贬值，对，这个成本难道不需要算进去吗？当然要算进去啊，所以20%是客气了啊。那么商总的是直接第一线接触台湾这些所有的企业，那他就是代表台湾所有的企业算给政府听，就是说政府如果你没有办法谈到20%以下的话，你就必须要谢罪啊。那这个
东西如何交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日韩还是一样维持了25%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今天赖清德画的大饼，美国接不接受？你以为现在民进党的跪舔，美国就真的会买账吗？而且你本来对我来讲，我就是予取予求，要5毛给1块了，对，所以美国一定会很贪心的，他不会因为你民进党提出这些东西他就满足的。但问题是，当美国要太多的时候，民进党现在提这些东西在国内就已经会引起非常大的波澜了，更何况如果美国又贪心不止呢？